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心里一直默默的喜欢着他，可是他的心里却住着另一个人。后来他失恋了，我就鼓起勇气向他表白，终于成了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心里依然没有我。我为他做了很多事情，却怎么也感动不了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走进他的心里。男生说：“我一心一意的对你付出，但是为什么我就走不进你的心里？”大概很多的情侣都有这样的困惑，老师们会怎么帮助这一对呢？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季，23岁，来自安徽，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兔，23岁，来自广东，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校友是吧？对对对。是一个专业吗？不是一个专业。是两个专业的？对，两个专业。同级吗？同级。同级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是说认识还是在一块儿？你自己界定吧。其实我和他是从大一就开始就认识了啊。当时因为在一个学校嘛，然后又同时都是在学生会一块儿做事儿啊，所以就认识了。然后至于在一块儿，应该是在大三的时候，14年。前面那2年怎么就错过了呢？没在一起。当时因为我刚入学嘛，不太会积极主动的去找女生，就开始可能只是有好感，然后他就被我们学生会一个更高年级的师哥给追去了。哦，那你那个时候对他的情愫是默默的关注着呢，心里有了呢，还是什么都没有？其实那时候就挺喜欢他的，因为当时有一次学生会我们办晚会嘛，当时我工作证掉到一个那个夹缝隙里了，不太好够。然后当时他正好经过这边，然后他很主动的就是趴在地上帮我够出来。其实当时我就觉得特别感动，所以当时就有关注他。经常约他出来，因为当时他的一个室友是我的同乡，然后通过这层关系就经常约他出来。然后后来被学长追走之后，她有男朋友了嘛，就没有天天去追她去这样子。那后来怎么到了大三你们又在一起了呢？当时的时候是她和她的前男友分手了然后我看她每天沉浸在这种是因为学长毕业吗？对对对。学长毕业了就分手了。对，然后我觉得特别心疼他，不想看他每天沉浸在这种伤心里面。所以当时我就想能让他开心一点，所以有时候每天会给他送一些早餐啊，带他出去玩逛街。当时也不是说一定就要走进他的心里，但是起码我想带他走出这个悲伤。没想到带他走出了悲伤，你们却陷入了爱里，是吧？对后来呢？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是咱们快开学那会儿，过完寒假，然后他说他行李特别多，不太好拿。然后当时我就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但是我不想让他和我一样那么辛苦，坐20多个小时的硬座，所以当时我就把寒假挣到的钱省了下来，然后和他买的机票，然后一块儿飞回学校。可能那时候他也会有些感动吧。然后你家是安徽的？对对对。他家是广东的？对。你从安徽坐火车到了广东？对。然后一起坐飞机回学校。学校是哪里的？学校是江苏的。哦呦，挺折腾的啊！你这算是绕了个大圈子啊。对。然后回去之后，可能开始那几个月相处的也不算特别好，因为她的前男友是她的初恋。然后其实我也挺能理解的，就是刚失恋的时候，肯定或多或少的说走不出自己失恋的阴影所以他和我说了这个情况，我说没关系，那咱们既然在一块儿，其实我愿意再陪在你身边然后只要能够让你走出这个失恋的阴影，其实我还是愿意等待的所以说当时他会看他前男友的合照啊，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哭，我既然答应了说我愿意等，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就是一直带他走出这个阴影。后来呢？受不了啦？后来没有，后来有一段时间他其实就突然对我也挺好的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不是他心里放开了我觉得可能我
日子熬到头了，我也蛮开心的。但后来其实我通过她的微博小号，我才知道，其实那是因为她前男友有了女朋友所以她才开始对我好。我当时心里也觉得挺难受的。这有什么难受的吗？他对你好就行了。但是对，其实我觉得，但只要对我好，我觉得也算是挺好的一件事儿。然后后来就这样一直相处，我觉得爱情它有了希望，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儿。但后来就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她前男友回来又找她了然后之后她就一直说要和她前男友一样出国留学考托福。就是以前她从来没跟我说过她要出国留学这件事儿。就前段时间见完她前男友之后，偷偷见她前男友，然后她这段时间突然跟我说，她想考托福去出国，所以我觉得我想说，我出国并不是为了前男友，我就是想觉得自己的前途，因为大4了嘛，大4有很多选择，有可能就业，有可能考研。我当时的选择，包括跟家里人商量，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出国留学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可是出国留学，其实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啊，就除了美国，我觉得适合咱们专业的学校，我觉得也挺多的。是学长去了美国是吧？对。就我觉得也挺多的，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去美国。这个节目录了这么久，是第一次啊，就2个人来，一个人这么大段的独白，另外一个人就在那儿听着。你心里有他吗，姑娘？有的，其实有的。有哈，反正毕业嘛，总是一个坎儿，对吧？互相商量着。你是想出国，你想吗？其实我并不是太想出国，因为从我自身发展来说，可能就是我的专业可能也比较适合留在国内。你是什么专业啊？我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你呢？我是学新闻的。要去美国是吧？要走了以后，未来的这个情感你们怎么延续？你想过吗？我想过我希望的感情状态是彼此都可以很独立，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很优秀其实出国也不是说一定就非得将来会留在国外，我觉得可能出国说白了可能也就2、3年的时间我问问你啊，姑娘，就是你在跟他交往期间，跟你的前男友还有过交集吗？我不用交往这个词，我用交集。比如说有没有见过面啊？有没有互动啊？聊天的互动啊？其实有过，但是不是很多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因为前段时间他有一次大半天找不着他人然后打他电话也打不通，然后问他室友，室友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后来晚上很晚才回来，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去帮朋友救场，去做一个什么事儿。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去那个学校政教处嘛，然后和那个老师聊天的时候，才无意中从老师嘴里得知她前男友回来，应该是拿出国的一些什么文件吧。然后我才知道她去见她的前男友去了。我当时不告诉你，不是偷偷去见他，因为我刚开始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跟你表明过，我可能在我心里，前男友一直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位置。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只是为了见他。如果真的没什么的话，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和我说一声不要欺骗我。因为一开始我就跟你说过，但是你跟我说你不介意他，你不介意我心里有他，但是我可能会害怕，就是给你带来一些不开心。我不希望你因为我前男友心里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总之就是见前男友却欺骗了他，就是没对他说实话，对吧？你怕伤害他。我觉得他心里他不想放下。就如果说他真的是想放下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你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好不好？就是我和他在一块儿不是1年多了吗？但是他的微博小号每一天都在更新关于他前男友的东西，失恋1天啊、2天啊，失恋多少天。对于我来说，他只是一个习惯，不是我故意要那样去做的。我也没有想过那些东西可能会让你发现，可能会给你带来伤害。之前他前男友去北京工作的时候，他会截北京的天气截图。后来他前男友去了美国读书，他又会截美国的天气截图。这过生日的时候会说祝他生日快乐。我跟他逛街的时候嘛，我看到他包里有张快递单，就是寄给他前男友的生日礼物。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他前男友的生日。不是那个生日单，我得解释一下，因为我跟我前男友在一块2年多的时间。其实那个生日礼物是我在跟他就是分手之前就买好了。那个礼物其实我也想过，就是转送给别人，或者说就把它扔掉。但是我也考虑过，我觉得可能那个东西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我觉得扔了其实也挺可惜的。然后我就寄过去给他，就像朋友之间一样，没有任何别的。你们在一起，你过过生日吗？过过生日，但是他没
没怎么和我一块过。哦，那他过生日吗？他过过生日，他你给他过了吗？给他过了。当时放暑假，我又专门跑到广州一次。其实那段时间真的还是相处挺好的。就自从她前男友回来，可能又开始对我特别冷漠。然后最近又我觉得其实你太膈应前男友了。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心里没有你那么多去想着他，在我心里他有一个位置，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只是过去式了，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在和将来。那既然已经过去了，我为什么还要在微博上不停地更新他呢？咱们在一块儿已经1年多了。因为他就像我一个习惯一样，因为他是我初恋，可能很多事情就像写日记一样。行，我问另外一个问题吧。哎，你愿意跟他一起去美国吗？其实我还没太想好，因为毕竟也不一定说我想去就能去啊。其实如果他真的只是为了学业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支持他。但是他开始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儿，就因为前男友回来就说要去美国，这个事儿太巧了啊，所以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好，我去美国留学真的只是我个人的前途，为我个人的前途考虑。而且去美国是我跟我父母我们坐下来讨论过，去美国学专业进修1、2年、2、3年，可能对于我将来回国以后前途来说会更光明一些。只是这样。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哎，轮回嘛，啊，前男友毕业的时候说分手，2年以后要毕业了，现在说分手的不是男友，是另外一个人，应该怎么办啊？听老师们的吧。丘比特问卷，不许说你过去那点事儿了啊！我保证不说过去那点事儿。不许说了啊！对，我想问一下，你在微博小号上还写你和前男友的分手纪念日是吧？你们是什么时候分的手？14年分的手。14年几月几号？14年8月底，8月26号。那你们俩是哪天牵的手呢？2月28号。姑娘，你不太记得，对吗？分手纪念日记得清楚无比，牵手纪念日不太记得，但男孩记得。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前男友长什么样？前男友其实也不是特别高、特别帅，但是我就觉得他特别有才华、特别优秀，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光芒万丈的那种。光芒万丈，他就像我人生的一个灯塔。灯塔。那现男友呢？是什么？我觉得现男友就对我挺好的，他也挺爱我的。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觉得，可能如果我这辈子不跟他在一块儿，可能也再也不能遇到比他对我更好的人了。其他身边的人怎么认知不重要，你怎么认知最重要。前男友是灯塔，光芒万丈。现男友是什么呢？比喻一下。温开水吧。温开水。温开水。适口，温开水。温开水很健康，对吧？很健康啊。是这样，每个人在自己心中，初恋都必定留有一定的位置，有一个角落就为初恋对象留着的，它永远不会被磨灭掉。我想这个小伙子应该不是说特别在意他留了个角落，关键角落有多大的问题，是不是经常没事儿不管他就在角落里啊，稍微一触碰，角落膨胀了，占据了整个空间，把现男友挤到角落里去了。这是你自己心态最大的问题。说实话，他认为你去美国是受了前男友的影响，我也基本是这样认同的。毕竟前男友是灯塔嘛。但是灯塔为什么会抛弃你呢？他说毕业了，然后觉得当时在北京对于他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他去北京没问题，你们俩也不用分手啊。他不是特别喜欢异地吧？当时我还才大2，所以……好吧，我要说的很简单了，灯塔光芒万丈，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可以舍掉自己的女朋友，在你珍惜无比的看重的这段感情上，对于他来说可能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小过程。你视作珍宝的掏心挖肺的这么一个男人，可能看待你只是曾经的一个小女孩，你愿意锁在保险箱里的东西，人家可能随手丢掉。如果一个不爱自己的灯塔，不珍惜自己的灯塔，它又有什么价值？如果灯塔回来找你，你还要它吗？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但是你没有想过对吧？但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了。如果可能了呢？灯塔回来了，说我们在一起，历经2年多，还是你最好。我没有想过，我也不知道。跟男孩说几句吧。有的时候啊，温暖可以感化一切；有的时候啊，温暖什么用都不管。有的时候你能等到那个人真正的回心转意，有的时候一辈子等不到。这就是爱情让人又着迷又可恨的地方。我不觉得你能够取代他心中灯塔的位置，而且你也不太会获得这个女孩给你同等回报的爱。你真的要等下去的话，可能等到一个很可怜的结果。与其这样，不如放手。灯塔为什么他忘不了呢？因为遥遥无期，在远处照耀。温开水为什么他不太在乎呢？唾手可得，拿来就喝。等他想喝喝不到温开水的时候，说不定他就能记得水是生命之源，灯塔只用来眺望就可以。男孩说了一个非常对的话，爱情当中要有希望。你们俩同样都是抱着希望在谈着自己的爱情，只有当这个女孩对前一段恋情绝望，你的希望才有。而现在呢，这个女孩并没有绝望，一直在期望，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爱情是有希望的，而希望当中的那个男主角不是你，是她的前男友。女孩，你是在谈着一场恋爱，一场曾经的爱情，而那个男主角就是你的前男友，否则不可能失恋多少天，不可能已经分手还给他做生日快乐，而你的心情随着他的一举一动在变化。他在哪个城市，你关注哪个城市的天气。请问同样的几件事情，有没有为他做过？有没有想为他做过？所以啊，他在跟你谈恋爱，你在跟前男友还在继续的恋情。我觉得只不过一个是地理上离你很远，却在你心里充满了所有的位置；一个虽然每天陪伴你，在为你做着一切，但是可他在心理上的位置离你很远。你们分别在谈着一场恋爱，而真正的爱情是相爱的，两个人的希望是同一个希望，我们有共同的目标，而你们不是啊，貌合神离。你知道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爱上过这个男孩，只不过他是能够让你走出暂时的悲伤，一个陪伴的伙伴而已，但你不告诉他真相。不是的，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跟他说过。对啊，就怕这样的。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他。是的，可是你还要给他希望。你明明觉得我不会爱上前男友，他只要不结婚，你一定会心在他那儿。不是的，老师，我觉得在我的人生底线里面，我是不可能因为以前的男朋友去辜负现在的男朋友，我是绝对不可能。你还是没搞清楚我的意思。你心目中真正想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是前男友。可是想归想，现实跟……你告诉他了吗？想清楚吧，好吗？如果你想不清楚，你要想清楚，你就知道应该接下来怎么做了。就这样。好，谢谢曲总。胡老师，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中的过客，但却总是成为你记忆中的常客。有些人是你生活中的常客，但永远也仅止于是做客。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喜欢和不喜欢明明白白，来不得半点虚假。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但问题是，人总是喜欢仰望那些得不到的，忽视身边已有的。你口口声声说对前男友的怀念，只是成为一种习惯，那是因为你对他还不习惯。我们说养成一个习惯需要3年5载，破坏一个习惯只要21天。只是你自己很喜欢很享受那种习惯，却很不愿意适应现在这个男人的习惯。你心里难道不清楚，
你反反复复要强调，我是跟他说了的，我一时半会儿是走不出来的。我也是跟他说了的，你想取而代之是有一定困难的。表面上这种话源自于你的一种善良，是我已经说过的，所以你爱我与我无关，你要付出要冒险那是你的事儿，但这句话本身是多么的无情啊！你自己能不能走出来，你自己不清楚吗？你为什么不可以从走出来之后再去接受一段新的感情呢？一开始我有这么跟他说，对，就是你跟他这么说显得很自私。你说代表的意思就是我跟你说了啊，如果你到了头来不能取而代之，你别怪我，我已经事先跟你声明了的。但爱情不是商业，不是做生意，不是事先约定了就可以内心不愧疚的。感情是一个自觉的事儿，你能不能走出来是你自己内心的把握。所以说，如果要说错，你内心错往往就是错在这一点。你不要觉得很难以拒绝，因为如果你不拒绝，显然就是一种伤害。我倒是希望他去美国的，让他在自己的前男友身边好好的待一待，你会发现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也许你真正的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发现那个男人可能不适合你。其实我自己的预知是，这两个男人都不适合你。如果你的前男友你们能够在一起，他就不会抛弃你；如果他可以跟你在一起，他就可以取而代之。但是问题是，这两个男人都不是你的归宿。不要听那些所谓的什么石头也可以捂热，捂热了没有用的。放在这儿50分钟热了，你把它拿出来放桌上，它又冷了。你要捂热它，你还得揣在兜里，你能天天把它揣在兜里吗？你揣不了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来不得半点虚假。所以不要妄想取而代之。其实你从刚开始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了它的风险。当他跟你说你想要代替我前男友内心中的分量，不是那么容易的，刹那之间你的那种征服欲被挑战起来了，我还不信呢，我还赢不过一个大洋彼岸的人吗？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如果你还要自以为之的坚持下去，你就跟着他去美国看一看。如果你看着他和他的前男友走了，可能你内心还找到了一点平衡，但是我认为这毫无意义。你在他心目当中并不是最珍贵的。既然已经意识到了这点现实，就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半径上去，送一声祝福，不要出来。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们一下，或者说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太快。其实我觉得人要学会享受寂寞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当你前男友离开你的时候，你学会享受寂寞，他无机可乘，没有今天这一段，也许有会更好，没这么纠结。当她的男朋友离开的时候，明明知道他还带着伤，为什么不再享受一段寂寞呢？非要在那个时候一定走进去。当我们学会享受那种情感上的寂寞、孤独，守点自己内心的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等一段时间来得会更好。如果真的因此而分手了，希望你们都能守一段寂寞，迎接下一段的情感。自己选吧，一起进入黄金60秒。其实我觉得付出这种东西它不会丢人，你爱不爱我就像喝水一样，它是能感觉得到的。如果觉得我能感觉得到，其实我愿意去做一些可能别人看来非常没有意义的事儿，但是我也觉得有些东西如果它真的让我感到了没有希望，感到了绝望的话，其实我也会选择放手。但是我还是想在心里把自己想的想明白，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把自己心里想的告诉我。所以我不希望说咱们俩一直想着本来自己不应该想的东西。我觉得在一块儿，你让他说一句话呀。
我想说，可能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个很好的选择，也是个很好的人。但是我去美国真的跟前男友没有关系，纯粹是为了我自己。请亮灯。哎呦，你听他说一句多好啊！哎呀，请回两位啊。大学里的爱情，毕业了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时刻，请关门。即使我想没有那个前男友的存在，就是这样一对女生现在说要去美国，我相信也会有这么一出。年轻嘛，总是要经历许多，让他们自己好好的去沉淀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磊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居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一看这一对他们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请开门。谁还记得是谁伸手永远的爱？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还是替代不了，既然替代不了的话，我觉得还是放开比较好。暂时的温暖，我觉得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人的一辈子还很长，所以我还是决定离开了。可能我之前挺自私的，台上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我心里没有彻底的放下一个人，我觉得我就没有资格去开始新的恋情。我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说伤害也挺大的，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伤害到此为止。